就在德沃尔尼科夫上任后不久，有国外的社交媒体就说，俄军已经开始调动图 22M 逆火战略轰炸机，配用重磅炸弹，准备投入乌克兰作战。所以顿巴斯战役的胜利恐怕就要取决于俄罗斯空天军的轰炸的强度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是顿巴斯的战事决定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关键可能在于俄罗斯的空天军。西方情报机构预测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大战将是21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地面战争，胜负如何呢？将决定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前途和命运。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源呢，当前集结在顿巴斯地区的双方兵力加起来是20到30万，这个数字放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呢都是规模空前。2014年乌克兰政变以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的俄罗斯族宣布独立，一度把乌克兰政府军的讨伐部队完全击退。但是此后乌克兰在北约的支持下不断的重整军队，特别是整编武装了新纳粹势力亚速营，并放任其在卢顿两地制造了不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2月24号，普京宣布承认卢顿两地为独立共和国。如果能够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被乌克兰政府军占领的部分，那普京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就算是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4月10号前后顿巴斯地区的态势来看呢，俄军完成这个目标的难度并不大。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地区的战前就基本控制在俄罗斯族民兵的手里面，哈尔科夫州的大部分地区也在俄军的控制之下。亚速海沿岸的扎波里日亚州俄军已经控制了一大半，只要把战线推进到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巴斯之战就算打赢了。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俄罗斯就具备了一定的主动权，是继续特别军事行动还是见好就收，俄罗斯呢基本上就有了选择的余地。考虑到俄军战场表现不好俄罗斯方面寻求停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4月8号，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谈判或者军事手段完成这个特别行动。这是对俄罗斯一方的分析。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从战争泥潭中脱身，一旦战争结束俄罗斯就可以想办法和欧洲关系正常化，把战争爆发以来遭受的各种制裁都化解掉。所以呢，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就表示，乌克兰战争还要持续好几年，会是一场非常持久的冲突。当然呢，乌克兰是绝不会让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实现的。最近一周，乌克兰从北约得到了大批的二手军火，包括捷克提供的几十辆坦克和步兵战车，还有德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50辆的豹一坦克，斯洛伐克提供了一套 S300，但是乌军刚刚支起来就被俄军精准的清除了。现在的悬念就是俄罗斯军队打算用多大的决心来打赢这场战役，就像前一个阶段的优质在打，还是回归重火力开道的老传统，这个现在还不清楚。2022年的4月9号，俄南部军区的司令德沃尔尼科夫接手了乌克兰战场的指挥权。这位德沃尔尼科夫曾经负责俄军在叙利亚的作战，他的风格就是大规模的出动轰炸机把对手炸垮。再考虑地面行动，2015年9月3号，俄军开始在叙利亚采取作战行动，到12月25号就出动了5240架次，猛烈的轰炸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据守的阿波罗和霍姆斯，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了这两处重镇。如果德沃尔尼科夫在顿巴斯地区也用轰炸机开道，那乌克兰军队就要吃苦头了。就在德沃尔尼科夫上任后不久，有国外的社交媒体就说，俄军已经开始调动图 22M 逆火战略轰炸机，配用重磅炸弹，准备投入乌克兰作战。所以顿巴斯战役的胜利恐怕就要取决于俄罗斯空天军的轰炸的强度了。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